我和老婆领证后，老婆在婚礼上伪造我和别的女人私会的照片，以我感情不忠的理由让我净身出户，还要把我一手创办的公司让给他初恋。我勾唇一笑，直接点头应下。顿时现场哗然声一片，众人都以为我疯了，可只有我知道，公司现已是亏损状态，能让公司起死回生的方法只有我知道。没有我，他们就会背上巨额债务，还要面临牢狱之灾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结婚当天，我的妻子夏玲怒气冲冲地走到我面前，还未等我说话，她直接将一沓照片甩在我脸上。等待婚礼开始的我一脸懵，什么情况现在？接着，他的初恋陈怀安带着一群伴娘团浩浩荡荡地走到我跟前，我眉头微微皱起，无措地看着他们。玲玲，这是怎么了？我话音刚落，陈怀安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将我从凳子拽到地上。他趾高气昂地指着我道：“你个不要脸的玩意，竟然背叛了夏玲！”我满头问号，我一个三不碰社会好青年，洁身自好，怎么就被泼了这么大一盆脏水？夏玲一脸不屑地看着我，语气冷冷道：“沈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要不是我发现了这事，你还要瞒我多久？”这声响引得周围的宾客纷纷侧目。天哪，那里发生什么事？那不是准新郎和准新娘吗？他们这是怎么了？我刚才听到新娘说新郎官对不起她。真的呀？这么炸裂，都要结婚了，搞这出？陈怀安冷笑，随后恶狠狠地指着我道：“像你这种随意玩弄别人感情的人，就该下地狱。你这样对得起玲玲吗？你根本不配和她结婚。”一旁的夏玲也附和道：“沈晨，要不是我发现了这些照片，都不知道你是这种人。”我看着那沓照片，微微皱起了眉头。这些事我根本没做过，而且照片仔细辨别的话，就能知道是 AI 生成的。他们为什么会看不出来？我摇头否认，说照片是假的。可现场的人不信。我目光灼灼盯向夏玲，淡淡道：“玲玲，我们都要结婚了，你真的相信这照片里的人是我？”陈怀安满脸不屑，嗤笑道：“证据都在眼前了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你该不会是想脚踏两只船吧？既想要外面那个，又舍不得里面这个。呸！真让我恶心。”身后的伴娘团也夏玲打抱不平，嗤之以鼻地看着我。这种社会人渣就该丢在海里喂鱼，不，这样还便宜他了，就该让他吞1万银针，让他尝尝背叛的下场。我刚要解释，夏玲就打断了我的话：“你只要把公司让给怀安，我就不计较这件事。”我一惊，他竟然要我把辛苦做大的公司让给别人。还不等我说话，夏玲看着婚礼现场的布置，嗤笑一声：“布置得这么好，怪不得有钱去私会。”我激动地摇头，语气哽咽道：“玲玲，你是最了解我的，我真的没有跟别的女人私会，真的。”夏玲转头看向众人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可证据就摆在眼前，我也很难过。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的日子，你这样做我真的无法原谅你。”他说完这话，伴娘团的人更气了。一个黑色短发的伴娘义愤填膺地说：“你这渣男就不配得到玲玲的原谅。”说完，他直接往我腿上踹了一脚。周围的伴娘们也被这情绪给感染了，纷纷走上前往我大腿上踢。真恶心，渣男怎么还不去死啊？之前看着挺好的，没想到会在外面偷人，气死我了！你们人渣能不能自己一个星球啊？我没反抗，是因为我最近动了手术，身体很虚弱，现在根本无力还手。被他们这么一折腾，
我不由得轻咳两声。陈怀安嗤笑，讥讽道：“沈晨，该不会是肾虚吧？跟别的女人私会，你还真有脸呐！”众人听到这，眼神里全是对我的嫌恶，都对我指指点点了起来。这年头，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有伤风化漏，好恶心一男的，穿得人模狗样，私底下竟是这样的败类。他们说的对，这种人应该沉塘喂鱼。接着，陈怀安一声令下，鼓动伴娘团砸了婚礼上那些装饰品，耳边传来支离破碎的声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破碎声停止了。很快，精心准备的婚礼变得到处是残渣，如同一片废墟。有个伴娘担心地问：“砸成这样没事吧？”夏玲摆了摆手，得意地说：“钱都付过了，而且这本来就是为我准备的。我砸自己的东西又不犯法。”我看着他那洋洋自得的模样，心中猛地一紧，对他失望至极。陈怀安拍着我脸，讥讽道：“你这样卑劣的人，根本不配待在玲玲身边。我劝你识相的，就赶紧离开她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”我冷笑，眼神淡漠地看着夏玲：“你确定要做到这个地步？”夏玲双手环胸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那眼神好像是在看一只蝼蚁，轻蔑且得意。“怎么，你自己犯了蠢事，还要我允许你脚踏两条船？想得可真美！”一旁的陈怀安附和道：“你在痴人说梦吗？就算我同意，我身后的宾客也不同意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”身后的人立即义愤填膺道：“就是，就你这个败类，还想得到原谅，真是恶心！他怎么敢想的呀？管不住自己的人渣，就该遭万人唾弃。”我环顾四周，最终将视线落在夏玲身上，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。“好，我让。”一时间，众人都以为我疯了。可夏玲不知道，他们一旦接手公司，就要承担巨额债务。因为前段时间公司研发的系统出了问题，给资方造成了损失，导致合同违约，而公司需要赔偿甲方一大笔钱。我找到了问题所在，同时也知道了解决方法。我就祈求甲方给我1个月的时间宽限，来解决掉这个麻烦。而我住院都是因为在不眠不休地弄这些事。夏玲看到我松了口，满脸得意地说：“算你识相，这些就当作是给我的补偿了。”陈怀安立刻将材料递到我面前，语气不耐道：“签了就滚，别在这里碍我们的眼。”我拿起笔，毫不犹豫地签下离婚协议书和转让合同，随后拿上那些AI生成的照片，转身离开。正当我要走时，陈怀安开口道：“沈晨，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就算是去做路边乞丐，也要不着饭吧？”呵呵。周边的宾客们也开始对我冷嘲热讽刺起来。就是，这种不知检点的男人，要饭的都比他干净多了。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估摸着他下一步就是开始找富婆了吧。我没有理会他们的话，继续往门口走去。忽然，我重心不稳，栽倒在了地上，周围的碎玻璃刺进我的皮肤，我疼得嘶了一声。夏玲和陈怀安看到我这狼狈的模样，都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。“哎呦，怎么连路都走不稳了？这也太不小心了吧！真是活该，让你背叛我。”忽然，我的口袋里掉出一个礼盒，那是我原来给夏玲准备的项链。陈怀安满脸不屑，语调讥讽道：“这该不会是给别的女人准备的吧？”夏玲看到那条项链，眼睛瞬间亮了，她微微一笑，用命令的口吻道：“项链不错，我要了。”说着，她俯下身就要拿走项链，我赶忙抢先一步将项链护在怀里。她气急败坏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缓缓站起身，冷冷开口：“丢了也不给你。”说完，
我直接把项链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。夏玲见状，脸都被气红了。沈晨，你好样的！他身后的伴娘们见状，纷纷拿起手机说要直播曝光我。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！你嚣张的一时，嚣张不了一世。夏玲爸妈见状，觉得非常丢人，指着我气急败坏地骂道：“我们真是养了一头白眼狼，野种就是野种，怪不得你爸妈不要你。你现在这副模样，都是你咎由自取罢了。现在你一无所有，等着自生自灭吧。”我看着夏玲爸妈，心里感觉闷闷的。自从来到他们家，我就没有感受到关爱，取而代之的是不堪入耳的辱骂。我没有跟他们废话，直接拿出这些年给他们花钱的大额账单。你们才是白眼狼吧？花了我这么多钱，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？顿时，场内传出一阵哗然声。天哪！沈晨竟然给他们花了这么多钱，真豪啊！我还听说他是自己白手起家的，可厉害了。到底谁才是白眼狼啊？夏玲爸妈看着周围的人都在议论自己，瞬间急眼了。那抛开别的不提，再怎么说我们也养了你，要不是我们好心收留，你早就死了。就是我们收养了你，你给点钱花花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别以为拿出这些账单你就不欠我们了。他们看我时，脸上一脸淡漠，没有一丝感情可言。我是他们收养的，但就算是收养，我以为感情会经过时间的洗礼而变深，会像普通家庭一样幸福美满。可我错了。来到他们家后，我是在漫长的辱骂声中度过的。每当我热情地讨好他们，他们的态度总会像一盆冷水洒在我头上。比如，我有次回家，看到家里还没有做饭，正好冰箱里又没有菜了，我便打算去菜市买点食材回来亲自下厨。没想到，我来到菜市后，竟碰到了夏玲爸妈，他们也看到了我，随即目光落在我刚买的菜上。我本想跟他们说今天我做菜这件事，可还未等我开口，我的右脸就感觉到了火辣辣的痛感。我愣了愣，抬眸看向夏玲爸妈，只见他们的眼神像是淬了毒般的瞪着我。我无辜地看着他们，说道：“爸妈，我做错了什么？”这句话像是点燃了他们的导火索，两人厉声道：“你偷家里的钱，还好意思问我们为什么？”我连忙摇头否认，他们却说：“你这袋猪肉可要40块钱，而你一个星期的零花钱才5块，你不是偷家里的，还是从哪来的？”我说这些钱都是我帮同学跑腿赚的，但两人脸上丝毫没有相信的神情，满脸鄙夷道：“你小小年纪就会骗人，如果我不教训教训你，长大了还得了。”说完，夏玲老爸将我手上的猪肉拿走，然后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故作威严道：“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跪下！”我拒绝后，他一下失了面子，直接强行把我按倒在地上，接着那双黝黑粗糙的手掌重重地拍打着我的后背。我忍着眼泪没哭，但后背早就布满了红痕。可就算是这样，我在公司赚钱后，依旧把钱给他们花，还不等我多想，夏玲老爸直接上前打了我一巴掌：“怎么不说话？哑巴了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自私自利？从现在开始，你跟我们家再无关系。”夏玲老妈也在一旁输出：“算我们这些年养了条不熟的狗，滚吧！你根本配不上我的女儿。”我看着他们，心中不禁冷笑。我是孤儿，13岁时被夏玲父母收养，等我18岁之后，他们就把我移出了户口本，我差点要流落街头。是夏玲悄悄在外面租了房子，收留身无分文的我。沈晨，我来帮你。我爸妈他们也太过分了，你身上都没有钱，这不是要你流落街头吗？他边说边给我受伤的手臂上药。
我微微一笑，表示不怪他们。我现在生活已经可以自理了，不用担心我。可我说完这话，他好像更加生气了。夏玲鼓起脸蛋，侧过头去，漫不经心地对我说：“那还不是因为担心你，真让我不省心。”我到现在仍记得那天，夏玲跟我表明了心意，说要和我报同一所大学。本以为我们会这样一直恩爱下去，可到了结婚这一天，她却变了。夏玲走到我面前，扬了扬下巴，按照离婚协议上说的，你名下的所有财产归我，包括公司，你以后就别纠缠我了，这些都是我的东西。我冷笑，满脸不在乎，反正公司也快破产了，他想要就让他拿去好了。我彻底对这家人死心了，决定不再管他们，也不会再插手公司的事。回到家后，我第一时间向大家澄清照片的事，可是网络上有些喷子，就算是澄清了，他们也不相信。哎呦，我可是看过现场直播的，你背叛未婚妻和别的女人私会这事不是事实吗？还澄清什么？就是，我看就是心里有鬼才澄清的。我看着这些言论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真是有人想黑你，你不管怎么解释都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。我也没有再理会他们，毕竟清者自清。公司被夏玲他们接手后，他也发现了公司亏损的问题，于是他给我打了电话：“沈晨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公司亏损严重，所以才把公司让给我的？”我勾了勾唇，语气愉悦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”夏玲听我这么说，声音更加气愤了：“你别装傻充愣，你自己干了什么，自己清楚，快滚回来处理掉。”我冷哼一声，拒绝道：“公司又不是我的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说完，我直接将电话挂断。我以为这件事就此翻篇，可到了第二天，我被手机提示音吵醒，打开一看，满屏都是艾特我的信息，而且还附上了我家门口的照片。照片里是一群染着黄色头发的年轻小伙在跳舞。105号业主，你家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吵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有没有搞错呀？105号住户，快把他们赶走，不然我可要举报你了。我烦躁地起身，打开门后，我和这群身穿紧身衣、豆豆鞋的小伙们面面相觑。下一秒，我厉声道：“你们是谁？快滚出这里！这里不是你们可以撒泼的地方！”话音刚落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就传进我耳朵，是夏玲。哟呵，沈晨，没想到你还有这块住处，真是让我好找。一旁的陈怀安附和道：“就是，费了我好大的劲才找到这，真是该死。我这套房子没有挂在我的名下，当初是用好兄弟的身份信息购买的，而且这件事我也没有告诉过夏玲。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”忽然，我手机收到了一条道歉短信，不用想我都知道是谁了，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。我看着他们，默默叹了口气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夏玲勾了勾唇，讥笑道：“我不想干嘛，只要你把公司的麻烦解决了，我绝不会再找你麻烦。”我皱了皱眉头，淡淡道：“不要。”一旁的陈怀安站了出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“沈晨，你别不识好歹！”我反手将门给关上，片刻后就听到陈怀安的怒骂声：“沈晨，你个缩头乌龟，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早干嘛去了？”当我打开门时，就看到他想踹我的门，但因为我开门的缘故，他直接打滑摔在了地上。我勾了勾唇，拍了拍他的脸，笑道：“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睡觉都睡到我家门口来了。”夏玲赶忙跑过来扶起他，然后面目狰狞地瞪着我：“沈晨，刚才为什么要开门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”我捏了捏眉心，不悦道：“再不走，我就报警告你们扰民了。”那群黄毛听到我要报警，瞬间慌了，
玲姐，你也没说会有报警这一环啊，钱我不要了，我可不想蹲局子。说完，那群人纷纷离开了。这人夏玲怎么叫唤都没人回头，他气得直跺脚，只好和陈怀安灰溜溜地离开了。自那之后，我利用之前积攒的人脉，说服了甲方李总投资我开公司，地址是在一家高档小区。当我以为终于能清静的时候，竟然又看见了夏玲。好巧不巧，夏玲拿着我的钱也在这里买了套房。她看到我，脸上写满了震惊和疑惑。沈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皱了皱眉，满脸不耐地看着她，真是晦气，在这都能遇到两坨垃圾。我刚说完，夏玲就冲过来抓住我的手腕，焦急道：快走，跟我回公司解决那堆烂摊子。我满眼嫌恶地看着他，甩开他的手，高声道：滚啊！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听不懂就去把耳膜捐给需要的人。夏玲呆愣片刻，随后咬牙切齿道：沈晨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对我这样说话？陈怀安在一旁附和着：就是，你不过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跳梁小丑，也好意思在这里叫嚣。随后他的视线落在我的衣服上，脸上露出讥讽的笑：几日不见，怎么都穷成这样了？我垂眸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那是做试验的时候弄到的污渍。夏玲鄙夷地朝我看来，脸上满是得意。我说：怎么这么嘴硬？原来是在强撑罢了。玲玲，我看他就是装给我们看的，还装清高，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我们可不像你混得这么落魄。我这才注意到他们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万起步的价格。我不解，现在公司亏损成这样了，还有钱买这么贵的衣服，他们哪来的钱？两人也注意到了我的视线，于是高声道：你现在怕是穿不起这么好的衣服吧？你只有眼红的份。我内心一阵无语，那些衣服估计是用我净身出户的钱买的。夏玲听陈怀安这么一说，脸上的表情愈发得意。哎呀，怀安，你就别这么说沈晨了，毕竟他现在做保洁可不容易。沈晨，念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就照顾照顾你的生意，100块一天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。玲玲，他肯定会做的，他要是不做，恐怕要到路边乞讨了也说不定。我刚想说话，夏玲的手机就响了。看到是公司合作方打来的时，她唇角微微勾起，举起手机，得意地向我炫耀道：看吧，一定是刘总回心转意了，要跟我们继续合作呢。结果他接通电话后，对面却传来怒骂声：我这边再给你最后3天，再不赔偿我的损失，我们就等着法院见吧。说完，那边就挂断了电话。夏玲气急败坏地瞪着我，咬牙切齿地说：沈晨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赶紧回去处理掉那些烂摊子，不然你就算以后求着我，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我冷笑，他不会以为我还爱他吧？真是可笑。我眼神淡漠地看着他，冷声道：公司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是你自己要的，与我无关。还有，你凭什么认为我还爱你？少来膈应人了，你真让我恶心。夏玲。夏玲听到这话，直接愣在原地。在她的印象中，我从未对她这般恶语相向，而大多时候都是温柔顺从的姿态。可那都是因为我爱她，所以包容她的小脾气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她最好的生活。谁知人心难测，我和这相处的8年里，终究还是结束了。他看我不答应，脸瞬间被气红了。沈晨，你可别后悔。我看着他那狰狞的面孔，心里感慨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：眼前人已非，彼时人两两相望，唯有失望。以前他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刚在一起时，2个人恨不得每天都黏在一起，
那段日子像是泡在蜜罐般甜蜜。虽然他偶尔会有点小情绪，但我总是会给他台阶下。他也会在我难过时，第一时间给我拥抱，来耐心地给我开导。上大学后，他知道我要聚餐，就直接给我转了500块钱。我第一时间拒绝了，可他却说：“没事，我这还有。你要是想还我，那就等你以后赚大钱了再还我吧。”他说这话时，眼睛里的温柔几乎都要溢出来了。那次的聚餐很重要，他们都是我创业的潜在投资人，我很感激他，心里暗暗发誓，等我以后赚大钱了，要把最好的给他。后来我真的做到了，在学校做出了一点小成就，他也没有因为我赚钱了而大手大脚的花钱，反而还会保管起来。我问他怎么不花，他却说：“你现在事业刚起步，后面用到钱的地方还多着呢，这钱不急着花，咱们来日方长。”身边的人都说我遇到了一个好女孩，要我好好待她，还说要看到我们结婚。当时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能遇见她是何等的幸运。他还说我是他此生要共度一生的人，会像现在这样一直爱我。可惜这种情话只限在说的时候作数。我现在想起他那坚定的眼神，心里就会不自觉地感到惋惜，思绪回笼。我看着夏凌霜陌生的眼睛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我话还没说完，他就打断了我：“你要是不帮我们，你也别想好过。”我深深呼了口气，随即表示无所谓。陈怀安满脸不悦，厉声道：“你个不识好歹的玩意，那我们就走着瞧。”说完，他们便离开了。后来，我的公司越做越好，有不少老板看中了我的技术，都想跟我合作。哎呦，沈总真是年轻有为呀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赚了个盆满钵满。来，我敬您一杯。我微微一笑，推辞道：“抱歉，我是开车来的，不能喝酒。”这时，有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，我往大门口望去，就看到陈怀安说：“哎呦，这不是沈晨吗？终于蹲到你了。”接着，他的目光在我身上打量一圈后，嗤笑道：“我说怎么在这呢？原来是来这当服务员了。”一旁的夏玲见状，脸上挂满得意的笑：“活该，让你不听我的。”我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西装，再看向服务员，好巧不巧，撞衫了。他们看到我身旁的中年男人，眼神立马放光。哎呀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厉总吧？他想进来，但被门口的迎宾人员拦住了。无请帖不得入内，请出示你们的请帖。陈怀安忍住心中怒气，拿出他的个人名片，对着厉总自我介绍了起来。他介绍完，厉总淡淡道：“我对你们的这个项目没兴趣，不必多说。”两人还挂着笑的脸瞬间僵住了。没一会，他们将目光放在我身上，两人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“沈晨，我刚才看到厉总给你敬酒，你怎么不接啊？连厉总的面子都不给，你的面子可真大。”我并不想搭理他们，就没有理。可他们依旧在门口不依不饶地说着。我无奈地捏着眉心，决定出去跟他们把话说清楚。两人看我出来，脸上更加得意了。夏玲双手环胸，勾唇一笑：“沈晨，听说你现在又创了一家新公司，而且还赚了不少钱。既然你赚钱了，那就帮我把钱还了。你再不还钱，我和爸妈都要没地方住了。”一旁的陈怀安也附和道：“就是，你也不想让大家认为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吧？毕竟伯父伯母养你这些年也不容易呀，你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流落街头吗？”瞬间，周围驻足看热闹的人群开始议论纷纷了起来。看样子是那个男的赚钱了，不给家里的老人。哎，是啊，自己在外面赚钱了，也不知道给点家里。
真是白瞎了哟。未知全貌，不予评价。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还用猜吗？看众人相信了他的话，陈怀安这下更有底气了。快把钱还了！你也不想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吧？正当他们以为我要同意时，下一秒我直接拒绝了他们。夏玲拧着眉，恼怒地说道：“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要不是爸妈当初收养你，你还能站在这？现在你有钱了，连这种小忙都不帮，你还是人吗？”那些不明真相的众人听到这，瞬间恼了。就是人家好心收留你，帮一下不是应该的吗？可怜了那家人，白养他这么大。夏玲叹了口气，佯装柔弱道：“算了，你要是不帮，我们也只好露宿街头了。”陈怀安抱着夏玲，轻声道：“玲玲不用担心，我会让他还钱的。”接着，陈怀安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厉声道：“我再问你一遍，帮还不帮？”我依旧拒绝，淡淡道：“不帮。”可下一秒，他直接一拳打在我的脸上，我没来得及闪躲，重重地倒在了地上。陈怀安嗤笑一声：“真是给脸不要脸，活该！我怎么也没想过他会动手。”踉跄地站起身后，他又想打我，这次我直接躲了过去。因为上次婚礼的事，我就去学了散打。他的拳头再次向我砸来时，我直接快准狠地抓住了他的手腕，往后一扯，他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，嘴里还不停地咒骂我。我淡淡地看着他，眼神鄙夷道：“你现在就只有嘴是硬的了。”我将他往地上一甩，他吃痛地躺在了地上。现场传出一阵哗然声。天哪，这也太狠了吧！谁叫他先动手的？现在倒在地上也是活该。就是，好好说话不就行了，非要动手动脚。夏玲见状，急忙跑过去将陈怀安扶起，随后指责我的鼻子，怒骂道：“沈晨，你这么能打人呢？看你把怀安的手臂都搞脱臼了，你得赔钱。”陈怀安脸色惨白道：“就是，快赔钱！”我皱了皱眉，满脸不屑地看着他们：“是你们先动的手，我只是正当防卫而已。不信这里有监控。”夏玲嗤笑一声，不悦道：“那又如何？怀安受伤是事实，你必须赔，不然今天就别想走了。”我盯着他们片刻，随后勾唇一笑：“好啊，既然是我弄的，确实应该由我负责。”两人听到我这话，立刻露出欣喜的神色。他们以为我要赔钱给他们，嘴角都露出得逞的笑容。可下一秒，他们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我径直走到陈怀安面前，将那只脱臼的手臂直接复原。很快，陈怀安的惨叫声回荡在周围，众人面露惊讶，都没想到我的解决办法这么简单粗暴。夏玲见状，瞪着发红的双眼朝我嘶吼道：“沈晨，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人？”我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，清脆的巴掌声响彻四周。他懵了，捂着被打的脸，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“是你背叛了我，还想要我帮你？真是可笑！你从我手上抢走公司时，跟陈怀安狼狈为奸时，你有想过我吗？”瞬间，众人纷纷一副吃到大瓜的表情。天哪，原来这么劲爆的吗？夏玲见情况不对，直接瘫坐在了地上。她向路人哭诉道：“你们是不知道，我和他本来都要结婚了的，可在婚礼当天，我发现了他和别的女人私会的照片，这才离开了他。”很快，众人又把恶意对准了我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就说嘛，好好的小姑娘怎么会平白无故的诬赖他？呸！自己做了不检点的事还怪别人，真不要脸，真恶心。我老公要是这样，我就让他付出背叛的代价。夏玲看到起作用了，脸色闪过一丝得意。现场甚至还有人开启了直播，扬言要曝光我。哎，这不是那天婚礼上的渣男吗？什么渣男？
一看你就是直播没看全，那些照片都是假的，人家早就澄清了。很快，现场也响起了关于我的讨论声，有些看了一圈评论，对这件事的真实性也半信半疑。眼看争论越来越大，我直接拿出了 AI 照片合成的证据，路人这才停止了对我的议论。他们开始对夏玲和陈怀安冷嘲热讽起来。你还装得挺像，要不是你伪造照片污蔑，人家至于受到网暴吗？呸！一对恶心的渣男贱女，真不要脸。两人面对众人的指责，都气红了眼。现在的他们如同丧家犬一般。夏玲看了看四周，没有再相信他们说的话，她失声痛哭起来。陈怀安拍了拍她的背，安慰道：“玲玲，没事的，没有他，我们一样能翻身。”谁知夏玲一把将他的手给打开，对着陈怀安破口大骂道：“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现在什么都没了，还在这说什么风凉话？”陈怀安那只刚矫正的手臂被这么一折腾，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。刚才还温和的笑容一下变得狠厉起来，语气不满道：“你以为你又有多好？你变成今天这样是我害的吗？”本就恼怒的夏玲被陈怀安这么一吼，更加生气了。他直接扇了陈怀安一巴掌，语气不悦道：“谁允许你这么吼我的？活该！”很快，两人就扭打在了一起，现场变得一片混乱。有人不想招惹麻烦，就匆匆离开了，而有的人则留下来看他们狗咬狗。人群里那些热心的大爷大妈们见状便跑出来拉架，我也没有再理会他们，便离开了。而我的生活没有了夏玲和陈怀安的打扰后，生意也越做越好。从一个在出租房的小公司一跃成为上市公司，营收比之前的公司好了不知多少倍，事业一帆风顺，我的名声大噪，成为了业内最年轻的新贵。有次去跟资方合作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次的合作伙伴竟然是我之前的投资人李总。他看到我时，热情地跟我打招呼：“沈晨，好久不见。没想到你一跃成为了圈内炙手可热的香饽饽。”我露出职业性的微笑，赶忙否认道：“没有，只是运气好罢了。”哎呀，年轻人就该多夸夸，不必谦虚。他说这话时，眼中带着欣赏和骄傲。对了，你还记得你那未婚妻吗？听说她和她那男伴因为还不起债务进监狱了。我淡淡一笑，知道这都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，怨不得谁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情绪也没多大的起伏，意料之中罢了。离开后，我看着属于自己的家，不自觉地笑了。我崭新的人生要开始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